今天晚上我们继续要来追踪中日冲突已经够难收拾，结果这把火丢出来，全网要炸锅了。今天引爆的这个锅盖的是日本前驻中国大使垂秀夫，他证实自己在北京遭到了监听，而且整个过程不演了，巨细靡遗，通通说给大家听。好，俊大哥还有暴讯的观众朋友，中日的警关系持续的升高，但是几个关键点要跟暴讯的观众朋友讲，就是高市内阁现在民调不降反升，所以中日对抗只会持续下去。是，先讲一句话，俊阳哥你听过吗？所谓人情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对，对吧？大家都安利讲嘛。但是如果人情不留一线的话呢，不留情面，那就是以后不用见了啦，开司就不用见了。这个人刚俊阳哥讲了，他叫垂秀夫。我跟大家建立一个基础哦，他是日本的外交官，他驻北京，他是日本驻中国的大使，是。所以呢，他在北京曾经在驻多久？2020到2023，好，那是疫情期间。那这段期间，他在日本发生什么？他在中国北京发生什么事情呢？他在中国大陆北京，因为他是外交官，他总要有时候有些参叙，对不对？我们要跟各国的，我们跟中国大陆的，然后呢，日本的大使当然首选是日本料理，对，所以北京高档的日本料理就是他常去的地方。可是呢，他在回日本之前，他2024年回日本，他才知道说，原来他常常喜欢去的，就在日本驻中国大陆北京大使馆的旁边的一家日本料理，哪一家他没有讲？为什么？因为很快的一讲出来后，可能马上被清算啊。但他回国的时候，我把时间讲清楚了哈，2024年，去年他已经卸任了，他回到日本了，他就尺度大开了，他说：哈，我在中国驻大使期间的时候，我去日本料理店吃饭。居然被中国窃听，还给我偷偷的录音录影，要求。我今天要监听你，我要窃听你，当然让你神不知鬼不觉。他怎么会知道？他当然就是神不知鬼不觉，所以他是后知后觉以后才全身不寒而栗啊。垂秀夫大使讲说，他常常喜欢去那家日本料理店，原本他也没有特别跟他讲我是谁，所以他就去吃嘛。老板也不知道他是谁，但是呢，老板后来听到他讲说，我们上个月什么来过以后，老板才突然。给一边啊，俊阳哥，我跟你讲哦，你上个月有来对不对？对呀，上个月你来的时候，有人窃听你呀！哇，真的假的？好，是在这个地方老板讲出来，他才知道。导播刚刚给大家看的就是2024年垂秀夫所公开的这么大的秘密。对，他跟大家讲什么？他接受访问，而且这时间是2024哦。他说我在北京驻地的期间的时候，我曾经去一家日本料理店。结果呢，这个日本料理店的老板呢，跟员工被要求要窃听。那怎么样要求窃听呢？就说，有重要的客人要来，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进行国家安全的搜证，所以我们要录音录影。所有包含这个日本料理店的老板跟员工，知道吗？因为他来窃听都有狼底下，对吧？不准对外讲，签下窃结保护，否则通通违法，之后就关起来。但那老板觉得说他过不去，所以他私下偷偷告诉垂秀夫：“兄弟，你不要供哦，你栽以后，所以以后不要再来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老板很清楚记得说，原来他们要来的时候要架设那些录影的设备，本来给他安排的包厢隔墙有耳就是这样，他旁边没有地方可以安置啊，五郎台湾那天还要录音，对不对？所以呢，叫老板特别说，你把它换包厢，说那个垂秀夫订的包厢没有空，所以呢，叫他调到地下室的包厢，而地下室的包厢隔壁还有一个啊，隔壁还有一间，所以隔壁那一间的人就是架设了机关都装好了监听的录影在那地方。好了，垂秀夫知道了以后呢，怎么办？立刻汇报日本的外务省，让他知道说，我被窃听了。那日本外务省也隐而不发，可是没想到他回国之后。他在那个2024年的访问的时候，告诉大家，我在北京驻点期间的时候，居然被窃听。但是刚刚所讲的，老板告诉他还有相关的细节，2024年的时候他并没有讲这么细。但现在中日关系已经对吧？我的病的啊，我都要出来啊，我干嘛？我的病啊，我还要跟你客气，对吧？他就把他开撕了，而且他预告。今天我所讲这些内容是他昨天对外公布的，明年1月2026年会有下半部分更细的细节。那当然，他有跟那个老板讲说，没关系，日本政府会保护你。老板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我现在目前看不出来。可是因为讲了这件事情之后，才发现说，原来啊，外交上面居然还进行窃听，这是垂秀夫的说法。而第二个，因为现在目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那习近平去上课。他也不是一路对不对就当中国国家主席啊，他以前也当过这个对不对这个副总理啊，慢慢这样爬上来对不对？外交官就回忆了，2009年习近平还没有当国家主席的时候，他也到日本去过啊。当时他去日本的时候有没有？他要去见日本的这个天皇明仁天皇的时候呢，因为行程上临时有变，习近平必须在那边等候明仁天皇。他说：“哎呀，2009年这样算起来几年？16年前那时候的习近平。”
多么的谦聪有礼，非常的谦厚。人之后呢，都没想起，讲他妈就他妈的口淡，没有问题。但是怎么讲说，事隔多年以后，现在习近平已经完全变了，他已经变成是个强人领导人，而且呢没有办法接近。现在中日关系已经越来越紧张，日本的外交官把他隐藏在心中多年，本来不想讲的细节，通通给他开撕讲出来。为什么中国居然敢情搜日本的大使在吃饭的过程当中，隔壁房间放下监听跟录影的设备，要刺探他国的机密？好，这就是为什么我讲说这个猛料，日本前驻中国大使垂秀夫，哇，这个料一丢出来，中日关系后马北弯转啊。所以呢，现在目前状况就是日本的这个国民，还有日本的高市内阁，对中国大陆是意外的非常强硬。那为什么意外强硬呢？因为加上意外，第一个，他不但没有改口，不但没有撤回，而且他的民调还持续这么高啊。既然民调都这么高，那他怎么会改口呢？就像给大家讲的，这是防务大臣，那对我们来讲就叫国防部长小泉进次郎，他是小泉纯一郎的儿子，对不对？他去躺在这个潜舰里面。而且呢，他的动作呢都非常的明确，就是要厚植国防。就像我们节目讨论好几次了。中国大陆的雷达照射以后，最激烈抗议就是他嘛，防务大臣嘛。那在这个前几天的一个访问当中之后，这个女记者就问他说：“请问这个小泉这个大臣，因为中国要求撤回高市首相的台湾有事言论，那如果撤回的话，可能也就不会有军事冲突啦。好，再来军演照射啊。结果呢，是不是因为要撤回很困难？小泉看了一眼以后，只讲一句话：与其说撤回困难，倒不如说没必要撤回。下一题啊，那就这样子而已。能补的公聊啊，这个是最斩钉截铁的，不然你看看本尊高市早苗首相，他没有那么硬，他试图要去转圜，试图要去沟通啊。对，所以呢，高市早苗首相其实说实在的，我们就事论事，他已经没有再讲那么激烈的话了。可是中国大陆就是死活不论，就一定要你撤回。可是有没有撤回？就像个没有撤回。为什么没有撤回？因为所有包含了读卖新闻的民调，日本的各项民调，这几天我看到12月的民调，从10月他上任首相，11月、12月连续3个月。各大民调，它都还有70%以上的支持度，75%，年轻人还到90几%，所以既然民调这么高，他也不可能会退后。好，所以就这样子，中日就僵在那边了。对，好，防卫大臣讲话这么硬，高市早苗内阁他并没有要撤回，然后呢又加上外交官开始说，你给我们监听以后，对立只会更加增加，所以中日紧张。旁边还有个韩国，对，韩国跟中国大陆关系，看起来就越来越好哦，因为韩国的总统他不愿意。在这个地方去淌浑水，他说我都不管嘛，所以就维持了跟这个中国大陆的关系，讲中国恭维。那这种时候呢，还记得吗？刚刚讲的都是国防外交，但是还有演艺交流啊。滨崎步我们讲好几次了，他的演唱会就被取消了，澳门的也没有了，上海也没有了。那日新退散。韩星可能就来啦，out了滨崎步 ，in the Blackpink。所以现在目前看起来，因为中国大陆年轻人也喜欢韩星，也喜欢日本嘛，是。那所以 Blackpink 会不会以后就会在中国大陆有更多演出的机会？那说到中日之间的互动，其实一路讲下来，这是娱乐事业。对。那吃喝玩乐。吃的部分有一个东西，我们那个年代叫做泡菜，现在呢叫做新奇，对不对 ？Kimchi，Kimchi。那新奇其实基本上。中国大陆也说很多啊，对，那你不看不知道，就像跟你要知道哦，这些泡菜我光是用肉眼看，我根本没有办法分辨什么，你知道吗？无法分辨它到底是韩制还是中制。你最好看得出来，我看不出来，都是橘橘红红辣辣的。因为现在目前中国大陆制的 kimchi 卖到韩国越卖越多，真的吗？因为它很便宜呀。韩国制的 kimchi 跟中国大陆制的 kimchi 价格大概差1倍，所以呢，很多的韩国店，你到韩国去坐下来，你要吃 kimchi，你吃到的可能是中国大陆货。那这个东西一进来后，你要对应的哈，光是今年前10个月，南韩进口 kimchi，他们自己做。但它还进口哪里来的？中国大陆。所以呢，50亿台币的 kimchi 来自于中国，出口呢43，所以呢买的比卖的还多，这就是一种依赖。接下来，如果韩星真的就往中国大陆去，北上广深连续开演唱会以后，那也是一种依赖。一旦被依赖，你就得顺着它。现在日本就是不顺着中国大陆，所以呢，军事、外交、演艺事业通通对着干，这就是中日紧张关系还在僵持的状况。好，观众朋友听到这里，从小泉进次郎的强硬表态，到前日本驻中国大使的爆猛料，你看到了中日对撞这下难回头了。接下来看谁呢？我们来看过去曾经吃中国、用中国、赚中国的人都会被重新检视。福原爱
更有中国金主无声无息就借给他6亿。结果真相是什么？福原爱一看中日对撞矛头不对，他呀跑得比谁都快。听说10月份就开溜了。小粉红现在后知后觉，哇！你居然赚我的，用我的，你跑最快，开始出征他，出征这个曾经他们深深支持、爱过他的爱蒋啊。对，你要知道，现在中日冲突呢，可以说是越演越烈。结果没想到呢，过去都在中国发展的福原爱，现在突然是出现在日本媒体上面。福原爱出现在日本媒体上面哦，独家报道哦，结果还挺个大肚子。原来她怀孕了，她不止怀孕，她还公布喜讯说啊，她接下来要跟那个横滨男来结婚。哇，这个消息出来之后不得了啊！怎么突然福原爱脚底抹油回到日本去，还高调宣布要再婚？大家想说福原爱到底怎么了？而且她中间还透露一点哦，我听了很想翻白眼了。她说她当时嫁来台湾的时候吃了不少苦。我想说，当时台湾也没亏待你，你先生当时你的前夫江宏杰一家也没有亏待你，怎么这个时候又抛出这个讯息？坦白讲啊，有点不太厚道。所以这个挺着大肚子的福原爱现身在镜头前，吓坏小粉红了。你不是前一阵子还在我们这里直播带货的吗？你不是在这里赚人民币，说你爱中国的吗？居然跑回日本要回去生小孩，要去卸货了，而且绝口不再提你有多爱中国，谈的是你有当时在台湾有多被欺负。是，哇塞，这个福原爱真是见风转舵之快啊。对，你知道这个讯息出来之后，大家觉得说，是不是台湾人在欺负日本人的感觉？当然不是嘛。所以大家觉得很奇怪，福原爱怎么突然一个转变，态度变了这么多？而且过去我们看福原爱其实坦白讲，不管是在台湾、在中国、在日本，其实他很常在说中文。可是没想到呢，这次回到日本去之后呢，2段影片，通通讲日本话。大家觉得很奇怪，尤其过去力挺他的这些小粉红、这些中国网友觉得很奇怪。过去我们的爱讲都讲我们的东北腔的中国话，结果现在通通讲日本话。大家就说什么？留言说，赶快讲中文吧，你的粉丝都在中国啊。导播给我们来看一段。为什么小粉红会这么说？真的不是说热脸要去贴福原爱，福原爱自己很爱贴中国的小粉红。来，给我们看一段。大家好，我是福原爱。大家都知道我是从小练乒乓球，从小学开始，中国教练带我在中国训练。有没有看到？从小就是教练带着我在中国训练。他中文其实说得很好，你就是这样子。所有小粉红爱他呀，我的爱讲跟中国这么亲近。结果你现在脚底抹油跑了。当然你要知道，过去中国多挺他，尤其过去福原爱在中国参加活动这个还是说祝福那个要参加巴黎奥运的中国选手，他怎么讲？他引用唐诗。你讲中文就算，你还引用唐诗，代表他对中国文化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他说什么？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要祝福这些中国的桌球选手们拿下好佳绩。哇，人民币当前，你连日本自己选手你没有加油，你去帮中国选手加油，但这说明什么？他连唐诗都可以朗朗上口，他是理解中国的，他是热爱中国文化的。重点在于他现在翻脸不认人。对，当时演得很像啊，看起来不说我还以为福原爱是中国艺人，结果没想到呢，现在突然出现这么大的转变。你要知道，当时福原爱还曾经替四川拍了一系列这些观光宣传的短片，甚至呢，他还曾经担任过中日特别友好的大使，还拿到这个获奖哦。那他也分享过很多的，包括这个旅游中国的一些故事啊，甚至他还说，他未来希望说能够跟这个中国大使来约打乒乓球，看起来关系非常好。结果现在呢，完全中文不讲，瞬间因为中日深入的关系回到日本去。那你要知道，我刚刚讲中国网友是非常喜欢他，过去现在不知道。那过去怎么喜欢他呢？这段直播大家在看出来，大家那时候看福原爱因为跟江宏杰分手之后呢，回到中国去发展。大家每天在看他直播带货每天都敲碗爱讲看得很漂亮希望他多讲几句话。结果怎么样？旁边的主持人太多事了，频频插话引发了广大的中国网友不满，说闭嘴好不好？让爱讲话的他才是重点呐，对不对？你是配角，你就少讲话当时还引发这样言论，希望说福原爱多讲2句话。但因为这个直播，你看福原爱从头到尾就这样点点头。好，珍珠，这样就这样讲过去了，所以很多中国网友觉得非常失望。但问题是你要知道，在他跟江宏杰离婚之后，坦白讲，他不是只有中国网友在支持他，连中国金主也支持他。当时呢，说传出说有中国的金主在日本做生意生意做得非常响亮，投资日本餐厅日本房地产。结果呢，他给
福原爱借贷日币3亿元，完全不用利息哦，我就给你3亿元去买豪宅，哇，这么好。好，那当然福原爱他自己以后快也跟着横滨男去在日本买房子，所以你看得出来，当时啊，福原爱在婚姻挫败之后啊，他到中国多受欢迎啊！人家中国的粉丝、中国的金主这么样的疼爱你，结果你现在脚底抹油了，福原爱好意思吗？更不好意思的是，居然回到日本挺着大肚子。当然，我们恭喜他，另外修成正果。但你怎么好意思回来再消费你跟江宏杰的这一段？他一讲出说，我是2020年就有离婚的念头，离婚之后才开始新恋情。重点是后面这一句不对啊！台日媒体有志一同，摊出了时间轴，直接打脸你。2021，你还是已婚的身份，你就出轨了。你睁眼说瞎话，你好意思啊？对，我听到福原爱这样讲哦，我只想翻白眼而已啦。怎么说呢？你要知道，福原爱她现在回到日本去，她当然第一件事想要洗白嘛。你光看她的穿着，看起来就像日本的良家妇女一样。感觉好像干干净净的，乖乖巧巧的。但过去，他在感情上引发大家广大的争辩，因为他就是不伦恋嘛。当时他曾经坦言说，他早在2020年的时候就萌生要结束上一段婚姻的想法，而且当时想说，那我要回到日本重新生活，有吗？他当时有回到日本吗？没有啊，他到了中国去嘛。所以这段明明显显就是在说谎。那问题是他说他当时是不是因为跟江宏杰分手之后才跟这个横滨男在一起的？现在也被大家打脸啊！他的说法说，我是跟江宏杰在2021年底分手之后呢，才跟这个 A 先生，也就是这个横滨大谷翔平之称的这个横滨男才在一起。结果呢，马上被台日媒体纷纷打脸。为什么打脸呢？其实都有端倪。你要知道，在他跟江宏杰在离婚之前其实福原爱在出席很多场合的时候，手上的婚戒不见了。很多记者当然看你，你手上婚戒不见，你是因为婚姻出现状况，还是你刻意不戴，还是真的遗失了？说穿了，他出轨在先，你还在有婚姻的情况之下，就跟这个壮男进行一个不正常的连结了吗？是，你要知道，当时江宏杰还出来帮他讲话，说因为没有了，因为福原爱因为要这个奥运训练的关系为了奥运要培训所以呢，工作的时候不会戴戒指。你看江宏杰多厚道，即便他老婆对他感觉上不仁不义，但他还是极力想要维护他的声誉所以江宏杰大家觉得非常舍不得原因在这里。但问题是，你看我才刚讲完而已，就大家当时印象记得非常清楚，就被拍到嘛，就跟这个横滨大谷翔平同出一间酒店走出来，后来虽然他们事后说没有啦，我们没有住同一间房间啦，我们分开住，但说真的，谁相信呢？一般民众都不会相信嘛。你这个2个人一起走出来，手还勾在一起，你说你分开住，坦白讲，到底有没有你们心里最清楚。所以就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坦白讲，这是福原爱为什么被台湾人唾弃点？第一个，除了你不伦恋之外，你欺负江宏杰之外，你还说谎，这个大家不能接受啊！你抛丈夫弃小孩，你还抢人家的老公对，我想福原爱自己也是小三，为什么呢？当时这横滨男其实是有家室的，你自己介入人家的婚姻，当时那个横滨男的他的前妻还跟福原爱求偿1000万日元，将近240万台币。所以你就知道，当时福原爱等于是挂着一个小三的头衔去跟横滨男在一起了。那最尴尬的，整起事件最尴尬的，除了是福原爱的小孩之外呢，就是他妈妈了。大家如果还记得这个印象非常深刻，当时在机场的这一幕，大家应该印象非常深刻。福原爱的妈妈当时是在台湾的，可是福原爱呢为爱奔走，回到日本去，他去找横滨男，把妈妈丢在台湾不管了。对，你自己跟人家分租套房自己去那边住得非常爽。结果呢，你妈妈人在台湾，在2年半，你通通对你妈妈不闻不问。后来因为发生事情之后，你逼不得已，好像要把妈妈接回去。所以像花口来讲，现在福原爱看起来要洗白，那我相信不论是台湾、日本还是中国的网友，通通都不会买单。57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俊相又来了，谢谢大家，是你们的订阅数加持了我们，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破100万了，多不容易！你知道每一天晚上9点到11点，他在播的时候，我要盯着直播人数升还是跌，一觉醒来我要去看有多少人来点阅。一段时间你们给了我100万的订阅，真的无限感激。最后我要跟大家瞪眼看，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来支持57报新闻。俊相还有优秀的57报新闻团队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挖真相。Come on, come on, come on.